大家好，我是交通小王。前一段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干空调的同行转行干小吃，买了个餐车。几天之前，我刚给他安装上了柴油暖风，现在他已经正常营业了。不过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，因为他那个餐车开到道边进行营业，而且由于他的餐车体积比较大，来回挪动也不方便，所以他每天晚上营业完以后就要把餐车开到一个停车场里边，那个停车场离他营业的地方也就100多米。现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充电的问题。由于他的餐车本来带的电瓶都不大，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朋友没地方充电，如果把餐车开回家充，需要跑接近10公里，那样充满电跑回来几乎就没有电了。所以说想让我帮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他现在有一个3轮电动车，电动车的电瓶是60伏58安时的，容量挺大的。一开始我让他做了一根线，因为他的餐车电压也是60伏的，不过是32安时的。我让他用一根电缆线把3轮车的电和餐车的电瓶接到一起，这样看看能不能把3轮车中的电导到电瓶中。结果接上以后一点电也导不过去啊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又想了个招，整个逆变器，就是在它60伏的电瓶上安装一个60伏变220伏的逆变器，然后再把220伏的电通过它电动车的充电器给它的餐车充电，这样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。不过这样做的话，中间肯定会有能量的损耗，但是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就需要买太阳能充电板了，因为它那个地方实在是接不上电源了。只不过买太阳能充电板投入又比较高了，又需要花几千块。刚才我这个朋友打电话说他已经买着逆变器了，让我过去给他安装上，咱们一会儿就出发测试一下效果怎么样。现在已经到地方了，这个就是我伙计买的逆变器，上面标称功率2800瓦。看这个逆变器的大小啊，这2800瓦肯定是虚标，能达到500瓦都不错了。逆变器输入电压是直流48伏和60伏通用，输出电压是交流220伏，这样把它接到60伏的电瓶上，就能输出220伏的电压了。为什么要买个输入电压60伏的逆变器呢？其实我这有一个24伏的，如果输入电压24伏，就要从2块电瓶上进行供电，那么长时间使用以后，这2块电瓶很容易受到损坏。这样输入电压60伏，所以5块电瓶同时供电，这样电瓶的寿命会大大的延长。这边就是逆变器输出的电压端，就是一个普通的3孔插座，旁边有2个开关，一个是电源开关，一个是48伏和60伏的转换开关。一会儿咱们连接上电源线，接到电瓶上就可以了。电瓶上正好有一个充电的插头，咱们首先量一下插头的正负极，然后把插头接到逆变器上，这样插头直接插到电瓶上，就可以给逆变器供电了。现在逆变器输入端的线已经接好了，然后咱们把插头插到电瓶上，接着咱们把电源开关打开，这时逆变器的指示灯就点亮了，而且也能听到逆变器的散热风扇正在工作。现在咱们拿瓦英表测试一下插座的电压，大家可以看到电压在230伏左右，而且电压特别稳定，并没有波动的现象。确定没问题以后，咱们把电瓶的充电器拿了过来，把充电器的一头插到了逆变器上，另一头插到了电瓶上，这样就可以用电动3轮车的电瓶给这个4轮车的电瓶充电了。为什么要这么接呢？因为这个4轮车挪动特别不方便，而且这个餐车就在路边，也没有可以接电的地方，所以它没有电了，就从他骑的3轮车上进行取电。这个3轮车每天晚上就回家把电充满了，然后4轮车没电了，就用3轮车的电进行充电，这样就完美解决了4轮车充电难的问题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